真是浪费老娘的时间。就你这种长相普通、收入普通的人，怎么有自信跟我出来相亲的？我去，我普通人怎么了？普通人不能变优秀吗？检测到宿主想要变优秀的强烈念头，万物加点系统已经绑定，每天限定使用3次。我竟然获得了传说中的系统，不过这系统要怎么用啊？怎么这么多加号呀？这些加号是干嘛的？我这手表上也有加号。宿主点击加号即可让物品升级，点击就能升级。万物加点系统加点。我靠！电子表变劳力士，就加一下点儿，这手表的价值翻了几千倍。有了加点系统，我以后岂不是要走上人生巅峰了？居然新灭了一个，系统说一天只有3次给物品加点的机会，现在还剩2次，再加点什么呢？就你了，万物加点系统加点。我去，居然是最新款的苹果17 Pro Max， 这也太爽了吧！就你了，看看这个能加成什么？万物加点系统加点。哇！居然高档品牌西装，班尼路的，这也太爽了吧！今天的3次加点用完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。这也太贵了，我兜里的钱竟然还点不了几个菜。对了，可以把这块劳力士买了。这块表怎么说也得价值1万把块，到时候老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帮我看一下这块劳力士能卖多少钱？好的，谢长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先看看表的成色。不知道这块劳力士能够卖多少钱？加点钱，它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电子表而已。这位先生，您这块劳力士看成是99新，如果您真想卖的话，我给您出3万块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赶快给我转账吧。行，好，扫过去了。银行卡到账3万元。赚钱居然这么轻松啊！那接下来要好好犒劳犒劳自己了。这上千块一顿的饭就是好吃。经理，买单。先生，本店有接送客服务，您在哪个别墅区？我安排司机送您过去。我不住别墅，我在那个城中村的出租屋住着。距离真正的有钱人还有一段距离。我以后要住在大别墅里，记得本地最贵的别墅要1个亿。我有系统在手，等我赚够1个亿，也买一套大别墅。今天给万物加点的3次机会又刷新了，今天加点什么好呢？不知道这个纯铁的小茶杯用系统加点后能升级成什么？万物加点系统加点。哟，变成纯银的小杯子，看样子能卖不少钱。这杯子还能加点，再加1次点会变成什么样？万物加点系统加点。纯金的杯子，不过这小铁杯需要加2次点才能升级成纯金材质。如果我能直接找到那种珍贵的宝贝，加1次点，它就能变得很值钱。行了，去看看这个小杯子能卖多少钱吧。老板，帮我看一下这个纯金的茶杯值多少钱？的确是纯金的东西，我给您称个重啊，算算价值多少钱。按照这个数值的话，我可以给您15万。那还等什么呢？赶紧转账吧。好了，银行卡到账15万元。我去，这赚钱这么轻松啊！翡翠，没记错的话，上好的翡翠玉石可是比黄金还值钱。我要是能用加点系统升级个极品玉石，一下就发达了。老板，你这儿的翡翠怎么卖？那些翡翠都不贵，几百块钱就能拿下。客人看中了哪一款？几百块，我要你这最贵的。我给你拿。这个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翡翠手镯了，价值1万。
品质越高的物品，用万物加点系统加点后，会升级的越珍贵。1万块的翡翠不够，这才1万呢。哎呦，客人，我这是金店，不是翡翠店，这个也是顺道卖的。你要是想要买更好的翡翠，我建议您去隔壁那条街，有一专门卖翡翠玉石的店。那行，谢谢老板。我呢，去隔壁的翡翠街看一看。客人你好，我是叶晴，请问您是想要买什么样的翡翠呢？您好，我叫林飞，我要买你们这儿上好的翡翠，预算大概在15万。林先生出手可真是大方，不知道您是想要买什么类型的翡翠？手镯、项链还是别的呀？无所谓，但是价值必须够15万，不到15万我可不买。林先生您看，这条项链是我们店最昂贵的冰种黄翡翠项链，它呢刚好价值15万，它本身的品质啊就是翡翠中的上品，而且它的雕刻师师傅行了，不用说那些了，就这块吧。好的，林先生，那我现在就给您把项链包起来。好了，付过了。好的，林先生，欢迎您下次再来。真想现在就给他加点升级成极品翡翠，不过这外面人多眼杂，加点可不能被其他人看到，还是去附近的酒店开个房间弄，这样也比较安全点儿。让我试试这价值15万的黄翡项链，加点之后能值多少钱？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！我去，这成色是帝王绿吧？这冰种黄翡直接变成帝王绿了，帝王绿可是翡翠最高的品质。拿去直接回收掉，肯定能赚很多钱。林先生，您又来了，这一次是想买什么样的翡翠？啊，这是帝王绿翡翠，不知道林先生，您今天拿它过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知道这个翡翠值多少钱。林先生，您这条帝王绿翡翠的品质相当不错，我可以给您出到50万。50万是不是有点低了？林先生，我们收回来也要能卖得出去才是，我们也要吃饭，你说对不对？说的也是，这一转眼的功夫赚35万也够了。那行吧，卖给你了。好的，林先生，那我现在给您转账啊。银行卡到账50万元。过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叶强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还认识什么更贵的玉石，或者你们店有没有啊？我们店其实不算大，你要是对玉石真的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记明珠宝店。这是一家连锁的珠宝店，主要卖的是正品和田玉，昂贵的和田玉比一般的翡翠是要更值钱一些的。行，多谢你了，那我改天去看看。林先生，您说笑了，是我应该感谢你才对。先生您好，想挑选什么玉器？哎，那边那个手镯看着挺不错的，怎么卖啊？哟，先生，那可是我店的镇店之宝，价值40万的和田玉手镯，而且还是由鲜香籽料。哎，行了，你们这些开店的人怎么都这么多说辞？直接拿过来，我全款要了。好的，先生，我现在帮您拿。先生，用给您包装好吗？哎，不用。行了，我给你转账吧。好，转过去了。谢谢先生。只需要1天的时间，这手镯就能变得更加值钱。不过现在嘛，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，到时候也能更安全的升级。让我们来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！我去，变粗了，这纹路还变细了。再加！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！啊！我去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羊脂白玉？但我还有一次加点的机会，再加！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！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！我去，变成2个了！我现在就去看看，这到底能卖多少钱？老板，哎，先生，老板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这对手镯值多少钱？怎么了？先生，您这对手镯
雕工如此精细，这可是一对顶级的和田玉手镯呀！先生，您确定要卖掉吗？当然，怎么了？不能卖吗？当然可以，只不过我这店里啊，可能收不下这尊大佛了。您看我这店里的镇店之宝也才40万，您这对手镯呀，至少得200万。200万？我去，那我不是赚麻了？不过我应该卖给谁啊？先生，如果您决心要卖掉这一对堪称传家宝的手镯，我倒是可以让您跟我们齐名的总裁见面一下。我还能跟你们总裁见面呢？当然可以，毕竟这一对手镯呀，也是可以给我们齐名带来很大收益的。我现在就给您联络。好。喂，林总裁，我是2店的店主啊。有什么事吗？这里有一位先生要出手一对和田玉手镯，我现在预估这个价值至少200万。我要看一下，等会我有没有时间啊？哎，那个总裁，那个我叫林飞，我不仅可以把手镯卖给你，我以后还有更加昂贵的玉石呢。那是这样吧，你来我们齐名总裁办公室，我抓紧时间给你安排一下。好啊，一会儿见啊。那我祝先生所去顺利。借你吉。进，林飞先生是吧？请坐。怎么了？进，林先生是吧？请坐。怎么了？你这心挺大呀，这么贵重的手镯，你就这样随意放在口袋里，很容易出现问题的。那这个戴手腕上不是更容易出现问题吗？那确实如此。我检查一下。好。林先生，您的这对手镯相当的出色，我可以给你给到300万的报价。300万？这一下可就是翻了10倍啊！好，那我就卖给你。哎，行，那还请您把账户给我写一下，我让财务给你打款。好。我已经给财务发消息了，您应该很快就会到账。银行提醒您，您有300万到账。还是和林总裁这种大人物合作最畅快。这都不算什么的，这些还不是最赚钱的东西呢。这些还不算是最赚钱的东西。那林总裁能不能详细说说？说不定我有些门路呢。倒是可以跟你说，不过就怕林先生解决不了。对了，我是一个收藏家。收藏家？不错，除了在玉石这方面以外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都喜欢收集。只要你有需要，尽管说，我肯定可以帮到你。行，那这样的话我就直说了。我们公司呢合作了一个珠宝商，对方找到了一个宝石雕刻大师，要能够提供足够好、足够顶级的原材料宝石，他们就会愿意花费大价钱来收购我们的宝石。那他们愿意出多少钱？1000万。1000万？这么多？当然了，这种大师一旦出手，制作出来的惊世作品可以说是相当的值钱。不过这种大师我们应该找不到，但哪怕是提供原材料，都足够让我们赚上一笔了。那得需要多顶级的宝石？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你确定吗？他们需要一对红蓝宝石，还有1颗钻石，但是这3颗宝石本身就相当昂贵，如果想要找到顶级的，得花费更多钱吧？林总裁，这不是问题，唯一的问题是你手里面有没有一些合适的宝石？我要是有的话，就直接做成这个生意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是他们要的那种顶级宝石，是次一点的。那这个倒是有，不过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。没事，只要有就行。你能带我去看看吗？行，那我带你去看看。但是这些宝石不在这儿，而是在专门的房间里面。好，走。林总裁，需要我回避一下吗？不用，我这需要密码的。好。这个蓝宝石呢，尺寸是有点小，最可惜的是这个红宝石，你看，这么大的一个。
这个红宝石块头是足够了，但是上面的裂纹太大了。没关系，交给我吧，我来处理。林先生，你说这话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啊？啊，我作为一名收藏家，我有能耐可以解决。不过呢，我不会白白帮忙，我需要你把这个送给我，然后呢，我给你2块更顶级的宝石。林总裁，我之前呢不仅仅出手了那对精品手镯，还出手了一个帝王绿的翡翠项链，这些呢你都可以去查一下。而且我只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，给我1个小时，我去紧急联络一下。1个小时？对。半个小时，我只给你半个小时时间。如果半个小时没有准时到我的办公室，那我就报警了。那好吧，没问题。好了，时间紧急，我就先走了。得找个没人的地方，赶紧升级这2块。没有监控，也没有人，这下安全了。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。成了，继续。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稳了。现在可以去找他了。怎么过了20分钟了还不来？哎呀，我怎么就把宝石给他了呢？哎，林总裁，久等了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哇，这就是红蓝宝石？没错，是红蓝宝石。没想到林先生居然真的可以弄到2块大宝石，而且还这么迅速。我朋友呢刚好就在附近转，所以就比较快了。啊，行，那我事不宜迟，我赶快去联络他们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林继雪，我已经找到了符合要求的2块极品红蓝宝石，请问贵公司什么时候过来查验呢？明日去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那就明天见。好的。怎么了？是要等到明天啊？啊，对，因为他们不在本地，过来也需要时间的。但是你放心啊，这种事情他们应该不会耽误的，明天肯定会到的。好吧，那我明天再过来。哎，林先生，你稍等。你的这个收藏实力实在是让我感到惊讶，尤其是您的人品，让我由衷的感到赞叹。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坑人的事情我也做不出来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这个收购商已经给了我明确的收购价格，就是1000万整。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林先生帮忙解决。那咱们这次5-5分成，你看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如果不是林总裁提供这次机会，我也挣不到这个钱。5-5分成呀，非常合适。那行，那咱们明天见。好。来了。林总裁，收购的人还没来吗？啊，他们还没到呢，应该在路上呢。放心，他们比咱们还着急呢。啊，你好，二位，我是林继雪。你好，林总，我们是来查验你说的那2块宝石的。哦，在桌子上，坐。好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好嘞。不错，看起来就很有分量啊！不愧是珠宝行业的女总裁啊！林总找到的这2块红蓝宝石可是相当的出色。哎，那2位鉴定大师，觉得宝石很满意的话，咱们什么时候直接转账啊？到账的速度居然这么快，那就多谢2位了。那我们带着宝石就先走了。林先生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就让财务给你打款。喂，给上次林先生的账户下再打500万。好的。林总裁对员工这么冷淡啊？林先生，要不要看看自己的手机啊？银行提醒您，您有500万的资金到账。500万，爽！对了，林先生，今晚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？庆祝还要等晚上吗？不如就现在啊！行，那就现在。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，走。
林先生，你慢点吃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我这样吃惯了，跟林总您比不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比不了的？倒是你，这个随时能拿出2块宝石的能力，倒是让我很是钦佩啊。我是一个收藏家，我的宝贝很多。林总如果还喜欢什么别的宝贝，都可以来我这里问一问。我呢，其实对画有那么一点兴趣。林总喜欢画？喜欢，不过更喜欢它的价值。有些画呢，随随便便就能卖到上百万，所以我一般都把它买下来，然后再以更高价卖出去。随便就能上百万，这可是个机会啊！林先生，难道有惊世画作要出手吗？不过我也想看看您收藏的画作。哦，对了，这张名片呢，是我在画展上一个画作收藏家硬塞给我的，回头我才知道对方挺有名气的，据说他收藏的画真的特别多。你要是真想看画作收藏的话，可以找他看看。行，这个名字跟地址啊都有，我收下了，改天我去找找看。那肯定是改天啊，难道林先生还想抛下我一个人吗？怎么会呢？来，继续吃，吃。你好，我叫林飞，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呀？我叫胡达，林先生可有什么看上的画作呀？这幅画我看着不错，不知道吴先生能不能忍痛割爱？那可是达芬奇的画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画，不能卖给你。如果你也喜欢油画的话，这幅也是一位大师之作，当然和达芬奇这种顶级的画师是没法比的，但是也不错了。这幅画多少钱？500万。500万，这么贵？不算贵了，您刚才看中的那个达芬奇的画啊，是我花了1000多万拿下的呢。那好吧，这幅画我要了。好，成交。银行卡到账500万元。哎呦，这画看起来也不差，待会儿去公司找林总瞧瞧，毕竟是他介绍我过来的。吴先生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有缘再会。林总，您看看这幅画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确实是一幅大师之作。确实是一幅好画，多亏了林总的介绍。哎呀，那个人的收藏确实也挺多的，但是不知道林先生花多少钱买下的？花的还不少呢，500万。500万？可是这幅画它最多也就值200万呀。什么？这幅画就值200万？哎呀，这幅画确实是大师级的作品，可是也就价值200万吧。林飞，你是不是被坑了呀？200万居然卖了我500万，真是个混账！不过还好我有系统可以加点，而且林总说了，这也是一幅大师之作，不知道加点之后能够变成什么。林先生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那个，可能是我看走眼了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再见吧。你要走啊？混账玩意儿，居然敢坑我！不过还好，这幅画也是一幅大师作品，试试连续加满3次点吧。万物加点系统加点，万物加点系统再给我加！这是一幅什么画呀？有点看不明白。算了，系统肯定不会坑我的，去找林总看看。林总，以你的眼力，应该很轻松就能看出来这幅画是谁的吧？这是达芬奇的画？没错，就是达芬奇的画。这幅画呀，少说价值1000万呢。哎，不止。之前我们本地拍卖过一次达芬奇的画，好像是卖了1200万吧。我去，1200万！我去，那我这幅画是不是也可以卖这个价了？林先生，你知道是谁拍卖走了这个1200万吗？不会是那个混蛋吧？我在他的家见到过那幅画，而且他还跟我说他非常喜欢达芬奇的画作。没错，这个吴达确实是愿意为了达芬奇的画作一掷千金的。还有个计划，不仅能让林先生报仇雪恨，
还能让林先生的画卖的价格超过1200万的。是吗？快说。这很简单嘛，到时候咱们去一个画展，然后再专门通知吴达，吴达肯定会过去的。然后咱们再趁机抬价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抱周雪恨了。林总，你这个阳谋好，他就是不想钻进来，他也得钻进来。哦对，这个是拍卖会的地址，到时候报我名字就可以了。只要画被送上了拍卖会，你到时候就可以狠狠反击了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呀，还得是大人物的名号好用啊，直接让我来到了贵宾室。你是林先生对吧？对，你好。我是来拍卖这幅画的，这是一幅达芬奇的画作。达芬奇的画？让我看看。请。这居然真的是达芬奇的画，您真的要出掉吗？没错。我就一个问题，怎么最快的把这幅画卖掉啊？今天你来的有点晚了，不过明天还有一个拍卖会，按理来说，一切拍卖物都已经确定好了位置，但您这幅画值得我们破例。好，那就明天。行，那您，请您填写好自己的名字、拍卖物品以及银行账号，方便我们在拍卖完成后打款。还有最后一件事情需要提醒林先生，拍卖完成后会抽取5%的手续费，当做我们的酬劳。啊，这是自然，这天底下没有让人白干活的道理嘛。这幅画我就先带走了，您请自便。哎呀。喂，林飞先生，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？哦，对了，我这边卖出去的画可概不退款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吴大先生，我明天呢有一幅达芬奇的画作要进行拍卖，你可一定要过来捧场啊！什么？达芬奇的油画你有？你怎么可能有？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小拉姐。喂。喂，季雪，我刚才给吴达打电话了，我不但把他嘲讽了一顿，我还给他骂了一顿。哎，对了，拍卖会还答应让我的画作插了个队，明天就拍卖。明天？好，我记住了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参加。好，明天见。各位，今天的拍卖会已经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本期压轴的拍卖品——达芬奇的油画。终于到我的画了，都等了好久了。吴达呀，该大出血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这都是他自找的。各位，我就直入主题了。达芬奇的油画起拍价9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。我去！每次加价都不得少于100万吗？这可是达芬奇的画，很正常。我出1000万，1200万，一口气加200万啊！放心，他不会轻易放弃的。1300万，1400万，1500万，1600万。林总，您没这个必要吧？怎么，吴先生是觉得我买不起这幅画吗？1700万，他好像要到极限了。还没有呢。1900万。哎，这俩人怎么回事？是不对付吗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哎，他不会放弃了吧？不会的。我出2000万。这太有实力了吧？这两个人啊，还有比2000万出价更高的吗？2000万1次，2000万2次，2000万3次，成交！让我们恭喜著名画作收藏家吴达先生得到达芬奇的油画。让我们再次恭喜吴达先生。
这2000万足够掏空他。他应该是去给你付款了，你应该马上就能接到到款的信息了。银行提醒，您有1900万到账。1900万！哎呀，这也太爽了吧！终于把这个仇给报了。那就祝贺林先生了。各位，刚才那个是压轴的拍卖品，接下来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磅——宋代瓷器。起拍价15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。现在拍卖开始。起拍就是1500万，1700万，1800万，2000万，2500万，这么阔绰，这2500万一次，2500万2次，25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拍下宋代瓷器。哎，对了，没想到这瓷器的价格居然比我的画还高。林总，你认不认识一些瓷器的收藏家？瓷器方面我就不太了解了。先生想要收藏瓷器？对，你是有什么渠道吗？可以到这个名片的地址上去瞧瞧。不过这位不是收藏家，而是有名的鉴宝师，他的家里有几件很不错的瓷器，您可以去了解一下。好，多谢。这只是我的工作而已。有客人表现出对其他物品的喜好，我们有义务提供方向。好。怎么？你等会儿要去找那个收藏家呀？对，改天过去找他看看。好吧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还有公司要打理，咱们有机会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这个瓷器呀，可是清代玉制的瓷器，相当不错。啊，你叫我林飞就行，直接叫我名字吧。我叫周丽，你也可以直接叫我名字。哎，朱鉴定师，你们家怎么只有3个宝贝啊？我是鉴定师，又不是收藏家。如果不是碰到特别喜欢的呀，一般我是不会收藏起来的。哎，这个怎么裂了？哎，这个呀，是我孙子不小心弄坏的，原本怎么也得值几百万呢，现在呀，可就难说了。那我不就可以捡个漏了？而且其他的3个，估计也是他格外喜欢的，拿下来估计不可能。啊，这不巧了吗？我就喜欢收集一些残破的瓷器，不知道周鉴定师能不能忍痛割爱卖我一个？您是要这个吗？对，它的价值已经10不存1了，而且它裂痕太严重，我后来不断的修补，也顶多做成这个样子。没事，我就好这一口，那不是烂的我还不要呢。既然这样，林先生喜欢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您就拿去吧。至于价钱嘛，您就象征性的给我10万吧。10万啊，那真的太感谢你了。哎呀，本身呀，它就已经没什么价值了，难得林先生能喜欢，这还是我的运气呢。啊，确实可以这么说。那我们付钱吧。好。好，转过去了。我去给您拿个箱子装一下吧。这瓷器呀，本身就脆弱，不能再磕碰了。好。林先生，您这回去的路上可千万要小心了。这瓷器呀，本身就脆弱，更何况它之前已经碎过1次了。我担心呀，任何一点磕碰都会让它再次分崩离析。放心吧，我在附近找个地方慢慢看。好的，林先生，那咱们回见了。好。万物加点系统开始加点。不错不错，这下把它修复好了，能从10万瞬间变成几百万。再来，万物加点系统开始加点。这下看起来比原来好多了。明天就去拍卖会把你给卖掉。没想到我现在都可以直接见你们总裁了。您上次带来的宝贝惊为天人，总裁说过，只要您来，直接带着您去他的办公室。杜总马上就回来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
您自便。林先生，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您啊！周鉴定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自然是受到邀请。我呀，在瓷器鉴定这方面还是小有名气的。这边杜总只要有需要，就会跟我联系。那看来就是你来看我瓷器了。这个我还不太清楚。林先生是有什么珍贵的瓷器要出手吗？既然周鉴定师在这儿，那还是请你看看吧。我能拿出来仔细看看吗？自然可以。林先生，这款瓷器你卖给我如何？卖给你？这里不方便谈，要是被人当面看见我买您瓷器就不太好了。要不跟我去家里面，咱们详细聊聊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价钱。2000万如何？行，那我们就谈一谈吧。好。哎呀，小心点儿，这要是碎了，几千万可就没了。没事儿，这不放进去了吗？那行，咱们快走吧。周鉴定师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可是明代永乐年间御制的瓷器。我对它从哪儿来的从哪儿去的不关注，你就告诉我它值多少钱就行了。这要是拿去拍卖的话，应该是能卖个2000多万。2000多万？我周丽呀，在这瓷器界也是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这物件啊，顶多能卖到3000万。我今天呢，愿意给您出到3000万。当真吗？是的，您放心，以我的名义担保，这个价格不管是谁知道了，都不会说是我周丽坑您的。好，我非常相信周鉴定师的名誉。那我们转账吧。当然可以。好，3000万到了，这件宝贝是你的了。3000万算上之前赚的，一共4000多万。虽然距离1个亿还差得比较远，但必须好好犒劳犒劳自己。今天就去5星大酒店住1晚。我走了。先生，您的最后3道菜已经上齐，请问您还有别的需求吗？我就说缺点什么。酒呢？给我拿酒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拿酒去。这是咱们店主推的红酒，您尝尝。我喝过比这个好的酒。这个酒一瓶多少钱？这一瓶1万块。不行，我要你们这儿最好最贵的酒，给我把最贵的拿过来。好嘞，您稍等，我亲自给您去取。这是咱们这里最顶级的红酒，一瓶价值100万，我给您倒杯尝尝。这个不错。就是这个味道。不过，或许可以加个点，让它变得更加好喝。不过什么，先生？没你什么事了，你直接出去吧。您有什么吩咐，随时叫我们，我们守在门外。是不是加1个点就会变得更好？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！我去，这个看起来不错呀。爽！哎呀，真爽！1瓶酒
100万？那我要是继续加点的话，岂不是能赚钱？哎，经理先生，您有什么问题？你们这儿最好的酒还有几瓶？有多少我要多少。这个可就难办了。像这种顶级红酒，咱每个包厢只有1个份额，况且咱们酒店只有3瓶。3瓶，应该没有其他人要吧？这个一般没有，毕竟1瓶酒100万呢。我加价20万，全都要了。好，我这就去给您打包，您稍等。先生，您的红酒打包好了。好，给结账吧。这些顶级的红酒，加点之后一般人可买不起，找谁出手比较好呢？或许可以找个机会把林总裁约出来，到常吃的那家餐厅聊聊。先生，这次怎么没有见到您和林总裁一起来？他一会儿就来了，赶快通知后厨准备菜，口味你应该知道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喂，我是林飞啊。林飞啊，怎么这个时候有空给我打电话？我这儿有一批顶级红酒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尝一尝？既然是顶级收藏家的酒，那我自然要尝尝。你在哪儿？就在我们平常吃饭的那家餐厅。那你赶快过来。好，我这马上就去。好。加了1次点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如果再加2次，万物加点系统开始加点。看起来不错呀。如果再加1次，这酒瓶会不会变成钻石的？万物加点系统加点。我去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看着这酒瓶非常的一般，那这难道说……林飞，林飞，我这可是刚工作完我就过来了，你最好是有最顶级的红酒等着我。虽然其貌不扬，但系统可不会出错呀。就是这一瓶超级红酒，尝一尝。就这一瓶吗？对，就这一瓶，尝一尝。哇，这个酒比我之前喝过的所有的酒都还好啊！真的吗？我之前喝过好多酒，像那些罗曼尼、白马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旁边放的3瓶拉菲，我也喝过好多次。但是这个酒，好喝。行，我也尝尝。这个味道确实跟其他红酒不太一样。确实。不对啊，你这个酒怎么连个标签还有产地都没有啊？它从哪儿搞来的？这个不重要。你身边有没有喜欢喝酒的朋友？我这儿有酒呀，可以卖给他。我叔叔和叔母倒是挺喜欢喝的，我喝过的所有的酒几乎都是他们给我喝的。不过这一瓶，我敢确信，比我喝过所有最顶级的酒还要好喝。比他们收藏的那些顶级红酒还好喝。我叔叔有2瓶罗曼尼的红酒，在我18岁成人礼的时候给我喝过1瓶，那个味道我至今难忘。但是这瓶真的更好。那这样吧，这瓶酒你跟你叔叔拿过去，让他尝一尝。如果他觉得好喝，出个价，剩下这些酒我可以卖给他。行，没有问题。那到时候我给我叔叔打电话，他如果知道了，哪怕是再重要的事儿也会过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吃菜吧。今天点了一些你喜欢吃的菜。劳你费心了。雪儿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比我最好的红酒还要好的酒吗？叔叔，你不信我？哎呀，叔叔怎么会不信你？叔叔只是担心你被别人骗了。
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，叔叔，这人很可靠的。再说了，我给你倒一杯喝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这香气确实不像普通的红酒。看吧，我就说这个红酒真的很不一般的。这是沉默之船。沉默之船，有这个品牌吗？不是，这是一个大的统称。这个是上世纪的极品红酒，在漂洋过海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，随着船舶一起沉入海底的极品红酒。因为在海中浸泡多年，很难辨别原本的产地，但也酿造出了不同的顶级风味啊。其他的红酒喝没了，还可以再酿，但是这种红酒真的是喝一瓶少一瓶啊！而且长达几十年的深海酿造，更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呀。爽快！叔叔，这下我没骗你吧？哎呀，雪儿怎么会骗叔叔呢？只是之前弄错了。哈哈哈。对了，叔叔，其实给我这瓶酒的那个人说他还有3瓶哦。居然还有3瓶？他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他。行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喂。林飞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当然有空，怎么了？我叔叔很喜欢你的红酒，要不然你挑个地方，我们见面聊一下。我没什么好的地方挑，你来选吧。那不如就去我的别墅吧。当然可以。那行，那到时候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好的。好。雪儿，快走快走，我现在很好奇这位能人。知道了，走吧。走。叔叔，你就别着急了，他要来的话还得一会儿呢。这我当然知道。你怎么突然就打扮起来了？哎呀，那你就只允许我穿着西装在公司板着脸吗？这也是。你这个朋友怎么还不来？你怎么才来？你们家太大了，我绕了半天才找到这儿。哎呀，这可不重要。来，小兄弟，快来坐，来，快！哎呀，居然一次性就是3瓶！这红酒你是从哪个海底里打捞出来的？大洋洲里捞出来的。我就知道，像这种喝一瓶少一瓶的红酒，只能是这样。林飞，没想到你连几十年前从深海里打捞出来的这种顶级红酒都能拿到手，你也太厉害了。一般般。小兄弟啊，这瓶红酒我极为喜欢，算上雪儿手里的那一瓶，加起来这就是4瓶了。我给你4000万，每瓶1000万，你看如何？1瓶1000万，当然可以了。好，爽快！我这就给财务打电话，让他们给你打款。没问题，我的户号是8913。好。喂，给8913账户上打款4000万，要快。好。之前那瓶红酒已经拆过了，我真想要尝尝这全新的酒到底是什么味道。来，我们现在尝尝。这一下可就是4000万，算下来之前的各项支出和收入，我就差最后的几百万，就能够拿下最顶级的大别墅了。哎呀！来，喝酒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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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酒不错，来，干杯！来，哎，叔叔，我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，我叫林飞。那咱们倒是同姓了，我叫林凯，是林希雪的叔叔。
哎，这就醉了？我记得他以前酒量还算可以的呀。我有点醉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好，那下次见。来，好。哎，叔叔，哎，不知道除了收藏红酒以外，你还喜欢什么？除了红酒之外，我还喜欢极为锋利的刀剑，越锋利越好。刀剑？有钱人的爱好就是不一样。原来叔叔还喜欢刀剑？那当然了，有些家伙喜欢收藏古董刀剑，要我说呀，也就是摆着看，要是用起来还害怕弄坏了。我就喜欢现代的锋利的刀剑，越锋利越好。我就有一把剑，能够吹毛断发。吹毛断发？那是不是还能削铁如泥？哎呀，那就是纯纯的胡说，没有武器能够削铁如泥的。是这样吗？那当然了，我认识一位锻造大师，他打造的兵器在全国都算排上号的。哎，叔叔，我倒是想拜访一下这位大师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大师的名片？这个倒是没有，不过你要是想找他的话，就去凯旋街找他，他就在那里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瞧瞧。你就这么着急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也对刀剑很感兴趣，如今才知道本地居然有一位大师，就想去拜访一下。哦，那行，那你去吧。我要在这里喝酒，那酒太好喝了。那你慢慢喝，去吧。啊。喜欢哪个直接买就好了。老板，你这儿的刀剑价格都一样吗？都差不多吧，没太大区别。我觉得这里的都不够好，大师，我是受人推荐而来，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得意之作。那把也算是我马山的得意之作。什么叫也算？因为我真正的得意之作在前不久被买走了，那可真是一把吹毛断发的好武器。唉，可惜现在这些武器都沦为了富人的玩具和收藏品，他们本应该在战场上发光发热。唉，年代不同喽。老板，这把剑不错，怎么卖？你要喜欢，20万给你了。好，成交。先生可以慢慢欣赏这把剑，我还有事儿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叫我。这会儿好像没人了，这个点应该都在休息。那么，万物加点系统加点。看起来不错呀。万物加点系统开始加点。我去，不错不错。吹毛断发，能不能削铁如泥啊？继续加点。万物加点系统加点。这把剑看起来确实不一样。这下可得小心了。果然削铁如泥呀！这下恐怕要颠覆大家的认知了，因为我真的有一把削铁如泥的剑。哎，林飞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来找凯叔，他在吗？哦，我叔叔，他回家了呀，这是我家，当然不会一直待在这里。你能帮我联系他吗？我找到了一把真正可以削铁如泥的宝剑，他绝对喜欢。哦，好，那我去给他打电话，你在这等一会儿啊。好。林飞，你说你有把好剑，我公司都没去，就直接过来找你了。好剑在哪儿啊？快拿来我看看。好。这把剑看上去就极为不一般啊。凯叔，这把剑呢是真正的削铁如泥，
我买它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铁锤，锤头被我一剑劈开了。当真？凯叔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试一试呀。好，雪儿，家里面有没有纯铁的东西？叔叔急用。在厨房。好，九兄弟，咱们快去。这要是真的能削铁如泥，叔叔不会亏待你的。好，好，走。凯叔，这把剑非常锋利，用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明白。呀，哈哈哈哈！居然真的能轻松切开！世间怎么可能有剑能够做到这种程度？难道是之前的锻造大师欺骗了我？对方并没有骗你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把剑全世界只有这一把，绝对找不到第二把。这把剑世界上唯一就这一把。小兄弟，话不多说，1个亿，我愿意买这把绝无仅有的剑，你看如何？多少钱？1个亿？当然，这把剑世界上是唯一的一把，而且还是真正的削铁如泥，它值这个价钱。凯叔，这个价格我非常满意。行，我这就给财务打电话。我是林凯，给8913账户上再打1个亿，要快，越快越好。好，哈，多谢凯叔。没事没事，以后再有好东西，可记得要找我啊。凯叔，这就说笑了。如果这种宝贝我这儿能量产的话，它就不值这个价了啊。行，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的。我先把这把剑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接下来，我要去买我的大别墅了。请坐。不用，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别墅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是您要拿下我们的明珠别墅吗？没错，是我。1个亿的现金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去看看别墅吧，先生，我亲自驾专车带您去。先生，我们到了，这里就是明珠别墅。这个别墅啊，看起来就是顶级。那是自然，明珠别墅是我们本地占地最大的别墅，甚至还配备有最大的花园以及最周到的安保服务。不错不错，走，咱们进去看。请。有钱人的生活真是不错。先生，整个别墅非常奢华和庞大，不过我们都有着专业的仆人团队来进行日常维护的。行了，不用说了，刷卡吧。哟，你这经理准备的还挺周全。您都直说了要拿下来了，我肯定要准备到位，是不是？先生，接下来您可以享受自己的明珠别墅了。哎呀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一路走过来有多艰辛。今天晚上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，还得找个人过来陪我。你过来，通知后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好的，主人。喂，季雪。我知道是你啊，怎么了？我买了明珠别墅，晚上打算庆祝一下，你可以过来吗？你居然把别墅买下来了？对，我现在就在我的别墅里，我现在是这儿的主人。好，行，那我今晚一定过去。好，晚上见。他晚上才过来，随便逛逛吧。都好了吗？已经上齐了，主人请慢用。好，下去吧。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隆重？这可是最顶级的别墅，
而且，哎，这儿怎么就只有我们2个人啊？哦，我想了想，我觉得能够被称为朋友的只有你一个。你没有在骗我吧？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呢？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，难道你不算是我的朋友吗？算是吧。好，那我们就享受今晚。我让他们做了一些你爱吃的菜。我已经看出来了。你怎么不吃了？我穿的这么漂亮的裙子，要是吃的太多就不好看了。好吧。啊，下次吧，下次我就不穿这么隆重了，我随便穿件衣服，我就敞开来吃。好。喂，凯叔，不知道，我问一问啊。叔叔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有没有认识医药研发的朋友？啊，这我不认识啊，我一直都在做珠宝，我也不认识其他人啊。哎，果然也没有，那就这样吧。哎，他看起来好像有点病急乱投医啊。叔叔，你先别着急挂电话，林飞就在我旁边呢，要不我问问他有什么办法呗？林飞也在啊。这林飞他只是一个收藏家，今天这件事情他不一定有办法。哎，凯叔，您不妨说一下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？虽然我是一个收藏家，但是我还是有些人脉的。是这样的，我的医药公司正在研制一款新的药物，但是研发团队被竞争对手全部挖走了，现在药物配方只完成了一半而已。什么？团队被全部挖走了？我也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价才能让他们离开。现在我已经投入了数亿资金，如果这个配方一旦做不出来，我就完蛋了。林飞，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配方？那我应该也可以加点。哎，凯叔，你别着急，我想我可以试一试。你真的有办法？这可不是什么收藏物品，这可是配方，没有复杂的医学知识和专业团队是根本做不出来的。凯叔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在做收藏家之前呢，我出生于中医世家，虽然家族没落了，我也没有从事医学这个行业，但是我在医学圈还认识一些人，有些人脉，我可以帮你问问。哦，小兄弟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能过来吗？改天吧，因为我得看到那个没有完成的配方，才能再下结论。行，那我明天在凯旋大楼等你。没问题。林飞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你收藏了这么多宝贝，还出生于中医世家，而且还有这么多的人脉。这些啊，不算什么。像你这么谦虚的人啊，已经不多了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我去凯叔那边，你要去吗？我不去了，我自己还有公司也需要打理呢。好吧，每天都这么辛苦。现在也退休不了啊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咱们改天再见。好。今天也比较晚了，明天直接去凯叔那边吧。哎，对手挖走了我的人，现在这个文件啊，才完成了区1/3。这款药要是推不出去，我的公司就要倒了。凯叔，配方在哪儿？给我看一下。稳了。凯叔，交给我来处理。你说什么？你能处理？对，我带人呢，把这个配方搞定，搞定之后呢，再给你送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林飞，能够认识你实在是我的运气。只要你能够解决掉，我给你2个亿。2个亿？对，2个亿。原本这些是要投入的，但是现在没了团队，这钱也没用。只要你能搞定，这2个亿就给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去处理。需要我送你吗？不用了。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，林飞。一定要成功。失败的代价，我是承受不起的。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。看起来好像多了一点儿。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。又变多了。
反正我也看不懂。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。我去，这下肯定够了，给他们送过去。叔叔你放心，林飞他肯定有办法的。对呀，老公，你不要担心，你们口中说的那个林飞肯定会有办法的。我知道，但是觉得应该防患于未然。雨琴，你去把我刚买的劳斯莱斯给卖掉吧。老公，这真的要卖掉吗？这可是刚买回来的呀。老婆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还在乎这些干什么？雪儿，我这2天啊，在家里就听你叔叔说这个林飞，他真的有办法吗？婶婶，你就放心吧，林飞他很有能力的，而且他帮过我很多，他肯定可以解决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凯叔，配方给你。什么？这么快就搞定了？这是真的吗？这和我原来的不一样了。什么不一样了？这怎么就不是了？这个配方啊，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比我以前的呀好太多了。林飞，你真是太强了。凯叔，是这样子的，之前那个配方我跟他们聊了一下，如果要补全的话太慢了，干脆不如让他们重新写一个配方，也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林飞，你真是我的大救星啊！那我就先走了。有了这个配方，我要狠狠的反击。林飞，你真的如同雪儿跟我丈夫说的那样，很有能力啊。哪里，一般。这林凯啊，走得太着急了。我记得他之前说过，事成之后要给你2个亿。现在看来，很明显啊，这2个亿是不够了。这里呢是2个亿的支票，你收好。这里呢是一辆劳斯莱斯的车钥匙，这个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买的，还没来得及开。这不是因为公司里面出了点事情，有困难，本来打算卖掉的，但既然因为你解决了，那这辆劳斯莱斯也给你吧，可不许说什么拒绝的话啊。林飞，可不许拒绝哦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多谢。我叫于晴，你呀就直接叫我婶婶吧。快啊，林飞，快叫婶婶。好，多谢于婶婶。真是个好孩子。好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去看一看林凯解决的怎么样了。先走了。林飞，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回家休息休息吧，忙了一大圈了，这一圈可把我累坏了。也是。那要我送你吗？这就不用了，你不是还要忙着打理公司吗？也是。这样吧，分头行动，你去打理公司，我开我的新车回家。行。不愧是顶级豪车，开起来真是不错。你为什么要杀我？难道我可以给自己加点？万物加点系统开始加点，我的反应速度居然这么快！想跑？我要是给自己再加一次，会怎么样？加点！哇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影响到某个公司的利益。某个公司的利益？等着被抓吧！主人，这里怎么传来了枪的声音？地上怎么有血？这个黑衣服的人是谁？我怎么没有见过？好了，都冷静点儿，赶快去报警。好。真没想到还可以给我自己加点，刚才甚至还可以抓住子弹。这位先生，是您报的警吗？是我报的，我怀疑竞争对手公司派人来暗杀我。竞争对手？我只是猜测而已，具体呢，你们需要把他抓回去审问一下，问一问背后的主使
到底是谁？好，我们会好好调查的。那这个人，我们就先带走了。总算把这些麻烦解决掉了，可以休息了。主人，外面有3位客人来找您，其中1位还是林总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林飞，林飞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，林飞？林飞呀，我这看新闻上说你被杀手袭击了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儿，我好着呢。那就好。真的没事吗？我看新闻上说那杀手可是有枪的呀。真的没事儿。你们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哪像有事儿？确实是没事儿。林飞，你这次可真是狠狠地挫了我那个老对手的锐气呀！据我所知，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疯狂变卖自己的资产，开始撤资了。新闻上播出杀手袭击的时候，我就敏锐地感觉到，应该是我那个老对手干的。毕竟你帮我解决了麻烦，所以我在来的路上特意让人打听了一下，结果就是对方已经开始往海外逃离了。他们呢，搞不过我的，就用一些非法手段。我已经报过警了，他们跑不了的。剩下的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，那是只有警察才能解决的。不过以后我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，制造危险的人现在自身难保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雪儿，你是不是挺喜欢这个林飞的？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，能力强，有责任心，而且还身强力壮，这对你是很好的。什么很好啊，婶婶？哎，对你婚后生活呀，你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老公，你会很幸福的。哎，婶婶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哎，我是告诉你，让你抓住机会。你看你们2个郎才女貌的，多合适啊！再说了，现在女追男隔层纱。放心去吧。林飞啊，我们呢还有事情，我们就先走了啊。这么着急就走啊？对。我们有什么事情啊？对，我们公司的事情还没处理完，今天来得及。原本我们3个在公司里面就急急忙忙的赶过来，现在是该回去的时候了。对。真奇怪，刚才不是还聊得好好的吗？林飞啊，怎么了？我们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我喜欢你，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啊？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你会对我表白。那你是答应了？当然，有你这样漂亮的女朋友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你这个家伙，之前都对我爱答不理的。之前不是忙着赚钱吗？那你以后就不用忙着赚钱了。我的嫁妆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嫁妆是什么？当然就是我的公司啊，而且还是我自己创立的公司呢。这个公司啊，我在创立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，以后做我的男人，我的公司就是我的嫁妆，而且啊，市值3个亿呢。什么？3个亿？那是自然，这我打拼了这么多年，自然不会什么都没有的。好。那还有更好的事儿呢。更好的事情？什么事儿啊？就是这个。林飞，快醒醒，婶婶等会儿要过来了。她怎么要来啊？自然是庆祝我们俩在一块儿了嘛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婶婶当然会来啊。好吧，真没想到她会来。不过她好像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儿呢。那行，我们换个衣服再过去。一开始就觉得你们2个人非常的般配，现在在一起也是最好不过了。这还多亏了婶婶呢。婶婶怎么了？是婶婶劝我更进一步呢。那谢谢婶婶了。林飞啊，今天我来呢，一是来看看你们，另外呢，还想问你一件事情。婶婶，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，我能帮上忙的，肯定不会拒绝。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我呢有一个老朋友，他现在呢需要3种药材，我不知道你在药材这方面有没有涉猎。这
应该不会吧？林飞出身于中药世家，也是收藏家。可是这药材，它不算什么收藏品吧？药材，我自然也可以加点。这么算的话，倒是能够帮这个忙。不过要先有足够不错的药材，让我升级才行啊。哎，对了，珊珊，我想知道这药材分别是哪3种？我知道的是灵芝、人参，还有沉香。这个如果想找到更好的，应该会很贵吧？唉，哪有那么简单？价格贵呢，我们还算是能勉强接受。可是最重要的，这东西啊，它可遇不可求，就算是你有钱，也未必能够得到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想来找一下林飞，看一看他有什么办法。毕竟他人脉广。哎，珊珊，最顶级的他们没有，他们有没有一些次品？那倒是有。行，我这儿的确有办法呀，能让这个药材发挥出最大的药性，让它变得更好。哦，那太好了！哎呀，我就知道找你肯定有办法。哎呀，没有，都是一些雕虫小技。我男人最厉害了。那事不宜迟，我就不多说废话了，赶紧联系我那位朋友，让他把药材送过来。哎，珊珊，这件事怎么能让长辈亲自来呢？我们2个今天陪你一块去。哎，珊珊，我们俩跟你一块去。真是2个好孩子。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，先走吧。好。我先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乔安，这位呢是雪儿的男朋友林飞。阿姨好。不错，郎才女貌。阿姨，这个就是你说的那3种药材。是，刚才在来的路上啊，玉琴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我这边也是提前准备好，只是这3样的品级确实很一般，好一点的都已经用掉了。林飞，我乔家也不会让你白白帮忙的，只要你把问题解决了，我定会奉上5个亿作为酬金。5个亿啊，这比我公司总额还多呢。钱再多有什么用呢？人都死了，要钱有什么用呢？是啊，人奋斗了一辈子，最后守着钱却没了命，哎，有什么意思？阿姨，没有问题，我这就回去研究研究，看看能不能激发出它的药性。好，那就全靠你了，林飞。只要你能带来更好的药，那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。阿姨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回家解决。那行，阿姨，我俩就先回去了。好，路上小心点。我说你就别担心了，他说能帮忙，肯定能帮忙的。真的吗，玉琪？这孩子啊，之前帮了我们林家不少的忙，很多事情那都是迎刃而解的。你没看到那雪儿看着林飞的眼神满是崇拜，像他心气这么高的孩子都能被折服，肯定没有假的。也是，咱们再等等吧。对，你就放心吧啊。好，我也走了。这看着也就比市面上的那些药材就好一点嘛。确实如此。那我还不知道你要怎么提升这个药材等级啊？哦，我对这方面呢不是很了解，但我有一个朋友他了解，但是他那个是独家秘方，谁都不能看。好吧。那这样吧，你先回卧室，弄好了之后我去找你。那不会耗费太久时间吧？不会的，我那个朋友是大师，很快的，不会耽误我陪你的时间。那行，那我在卧室等你啊。好。总算把他忽悠走了，让我来试一下吧。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。现在看起来不错，不过还差一点，该去陪他了，不然一会儿他该生气了。不枉我昨天晚上那么卖力，季雪应该察觉不到，趁机再加点一波。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！我去，这下变成极品了。林飞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你为什么不抱着我？我这不是忙着
给药材激发药力嘛。你看这块沉香，这块沉香看着可以啊。对，现在变成顶级的了，应该能满足他们的要求。这绝对是啊，这肯定是最顶级的沉香了。那走，我们赶快给他们送过去吧。好，现在就过去。对了，通知一下婶婶。你们已经拿到了吗？当然，药力已经成功激发了，这下应该符合乔姨的要求了。哇，居然都是极品的，看起来还都是野生的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只要林飞肯出手，那很多事情他都能够解决的。现在你相信了吧？这孩子真不错。那5个亿的报酬我没忘，我先把这锦盒放回去，顺便写张支票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乔爷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好。这5亿轻轻松松到账了。林飞还是能力强啊，不过我们送的也是时候。来，林飞，拿着，千万别客气。谢谢乔爷。这怎么是6个亿？这怎么多了1个亿啊？当然是为了感谢你们啊！本来呀，我以为这半年之内能解决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毕竟这东西不仅难找，激发药力肯定也不会简单。谁知道你们在这么几天就解决完了，那我当然要多给一点了。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林飞，乔姨给你的，你直接收着就好，明白吗？好。还是老同学懂我啊！你们在这里慢慢逛逛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这乔爷啊，还是心善。我们的事情也忙完了，我们也走吧。哎，是该走了，我也该回去帮着你们叔叔打理一下公司，先走了啊。这么轻松就挣了6个亿，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怎么了？赚这么多钱还不开心啊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现在赚的钱好像都变成了数字，没什么意义。这么早想退休啊？也不是退休，主要是我想要的东西还有人，我都得到了，所以才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。也是，你这么说也对。喂，哪位啊？喂，林飞，现在有个大麻烦。怎么了？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那些药材还是没能有效，现在人都要出事了。这怎么会没用呢？哎呀，说是虚不受补啊。哎，我现在给你打电话，也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。那我肯定可以解决，直接给人加点不就行了吗？我可以试试啊。你有办法？我不是出身中医世家吗？有一些独特的医疗手段，我可以过来试一试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你能解决，只要你肯出手，那肯定没问题。好，那你们现在就过来吧，我现在就在乔家。好，我们马上就过去。哎，这没发现你还会治病呢？怎么，你还不相信我呀？相信，可是你太优秀了，优秀的我都有点觉得配不上你了。别想太多，最开始的时候一直是你在帮助我，我们先过去吧。好。哎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乔阿姨怎么了？先别着急，你先说说具体情况。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，那乔安电话打得特别的着急，在听说你是出身于中医世家之后，就让我立刻联络你了。一帮人都想让爸死，死了以后好分家产，这帮人真是没有良心，都让狗吃了。乔姨，你先别着急，林飞已经到了，你还是跟阿飞说下情况吧。我爸的情况迅速恶化了，之前本来以为寻来那些药物会好一点，但是谁能想到更加严重了，而那医生一个个的都没什么用，我以为他们能治好我爸，结果一个一个都说没办法。谁说没办法了？我爸年龄已经高了，林飞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于琴说你可是出身中医世家呀。我先试一试吧，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好，赶紧跟我走，去我家的私人医院。走。哎，乔老爷子的情况已经是回天乏术了，要不我再给他下点更猛的药，让他暂时的醒过来，
好和你们每个人聊一聊，道个别。这样一直下去，也就是吊着一口气而已啊。我找到了给爸治病的人了。乔安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住嘴！你质疑我是想让爸死吗？这位是林飞，他绝对有能力治好爸的病。林飞可是出生于中医世家，他会有办法。之前的药材可都是我男人拿过来的。你要是能治好，我们就会大大的感谢你。是啊，能治好的话，我们哪怕是该分的家产都不要了，全部卖掉，也要凑够10个亿用来感谢你。一帮没良心的！林飞，不用管他们。你有治好乔老爷子的办法？我有办法。哈，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，而是相信事实。乔老爷子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想要救他，难如登天呐。那我就登个天。好，那便开始吧。哼。我接下来施展的这个医术是绝密的，所有人必须都得离开。所有人都要离开？我们可是老爷子的亲骨肉，我们不走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想让爸死吗？乔安，你冷静一点，随便拉个人就说能治好爸。我问你，要是爸被治死了怎么办？我男人说治就能治，怎么会治死人呢？倒是你们这些不愿意离开的人，才是最想看到乔老爷子起不来的人吧？乔安，我们直接出去就行了，不要跟他们废话。哼。闭着眼睛，应该看不到。万物系统开始加点。看起来好一点了。万物系统加点。看起来不错，但是样貌没有变化，看来还得再来一次。万物系统加点。这下看样子应该结束了。你弄好了没有？我爸要是被治死了，你可逃不掉。哎呀，嗨，老爷子，别着急，你身体刚恢复，休息一会儿。多谢逍遥，我感觉自己现在啊好得很。你们都进来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爸，你怎么起来了？爸的病好了，自然就起来了。爸，你可算是好了。好了好了，不用哭，爸还是好好的嘛，又不是死了。谢谢林飞，谢谢。没事儿，举手之劳。这可不算是举手之劳，林逍遥可是救了我乔白一条老命啊！你怎么做到的？登天嘛。那确实登天成功了。爸，怎么了？爸好不容易醒了，我提议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那必须的呀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。让你们走了吗？爸，您这些年倒在病床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直都在努力的照顾您呢。是啊，爸，我们都没少出力呀。是啊，念在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您就放过我们吧。你们要是只知道坐吃山空，我也懒得管你们。但是你们居然盼着我死，希望分家产。闺女，这3个人的资产加起来还有多少来着？差不多有10个亿。这个数也不算少了，那就全部清算掉，换成10亿给林飞吧。不要这样啊，爸，你怎么能够清算掉呢？这也是您当初打拼下来的产业呀。有能者才有资格持有，你们不仅无能，还愚蠢，甚至还有害人之心。我没让你们滚出乔家，就已经是最后的面子了。你们要是再在我跟前鬼哭狼嚎，我就把你们赶出乔家去。现在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，留在这里丢人现眼吗？林逍遥，等我把这些人的资产清算掉了之后，就把那10个亿啊给你。爸，我们先给他开张10个亿的支票，然后再给他们资产清算掉，最后补上去。这个办法好，那你立刻去做吧。好。
我来呢，不是为了钱，我来是为了救人的。小友不要钱，但是我不能因此而真的不给呀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不是今天死，就是明天死，而且死后乔家会分崩离析。但是现在，一切还有最后一点点挽留的机会。林飞，这回你可不要拒绝了。好吧，如果我再拒绝的话，2位就不高兴了，那我就收下。老爷子总算是活过来了，我们呢也算是完成任务了。那我们也就不打扰了，走吧。对，这个支票呢，我还得去银行兑现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等等，我们送送他们，我们一起走。行长，你好，我想把这10亿的支票转移到我的户头上去。好的。10个亿？怎么，行长没见过这么多钱吗？见过倒是见过，比这再多我都见过，但是啊，见过并不代表拥有过呀。对了，行长，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转到我们账户上？我会为2位加急处理的，请稍等一下。好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先生，请您看一下手机。银行提醒您，您有10亿到账。我去，你们这速度啊，确实可以。您2位是我们银行顶级客户，自然是要认真对待。速度还真挺快的。对。喂？什么？好，我现在去公司。怎么了？走，边走边说。2位慢走啊，下次存钱还来找我。一位来自韩国的夫人想要一条无比昂贵与华丽的项链，她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好几家有实力的公司，而我们公司因为实力不错，也已经被入选了。来自韩国？但是她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无比的昂贵和华丽。她这个资金的上限有什么要求吗？没有上限，但前提是我们要符合她的标准，只要符合她的要求，无论多贵，她都会付钱的。没有上限，只要符合要求，她都给钱吗？对，只要符合要求就可以。已经有好几家公司拿了他们最得意的作品送上去了，当然还有许多公司选择选取昂贵的材料，打算现做。那这就是豪赌啊！如果现做的话，按照这个要求，那肯定会消耗大量资金的。那如果没有被选中的话，那就会一无所有。林飞，你有办法吗？当然有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公司最值钱的项链是什么？最值钱的是由5颗宝石组成的一条项链，至少价值5000万吧。但是这个项链肯定不符合现在的要求啊，他们要求的肯定是能轻轻松松上亿的项链。没事，这样，你带我去看一下那个项链。你有办法吗？你男人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走吧，我们去保险库。就是这个了，这就是我们公司最贵的项链了。3个亿的市值公司里面，它就价值5000万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让它变得更值钱的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那我现在去找我的朋友，你在这等我。行，那你去找你朋友，我就在这坐镇公司。不用，你直接联系那个夫人，我尽快回来。好，那咱约明天见。好。万物加点系统，加点。不错，万物加点系统再次加点。哦，看起来更值钱了。万物加点系统再次加点。哟，一口翻倍啊！再来，万物加点系统加点。我去。这个看起来更值钱啊，应该能卖个几10亿，毕竟最原始的那条项链就价值5000万呢。没想到柯夫人就在我们本地旅游呢。我只是听说这边的美食不错，于是我就来了。不过这次我倒是来对了，
你说你有可以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昂贵项链，这我人都来了，我的项链呢？柯夫人，这么昂贵的项链，自然是由我丈夫自己运送的。你放心，他已经在路上了。好的，那就稍等一会儿。来了。原来你们在这儿啊！我刚才去办公室还跑空了。你是林总的丈夫吧？是，夫人你好，我叫林飞，这是你要的项链。这是我见过最华丽的项链。柯夫人，这个彩钻项链呢，每一颗都是天然的，晶莹剔透，而且我敢保证，这些都是独一无二，全世界没有第二颗的。这彩钻这么厉害的吗？系统加点出来的就是牛啊！不错不错，这彩钻项链真的不错。来，你帮我戴上啊。好。如何？我戴上美吗？美，非常美。柯夫人，你简直就是天下最美的女性。你们夫妻俩可真会说话，至少我的美貌是比不了林总了。这个彩钻项链呢，我非常的满意。说吧，价值是多少？这个项链呢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，所以它的价值是50亿。50亿？从5000万到50亿，是翻了多少倍来着？这是你们应得的。谢谢柯夫人。哦，好，慢走。林飞，我们一口气赚了50个亿。对，这下可以彻底躺平了。我们赚了这么多钱，别说我们了，就是我们孩子辈、孙子辈的下辈子都花不完了。我大概估算了一下，咱们现在的资产啊，接近100亿了。这么多钱根本就花不完。对了，咱们赶紧回家吧，接下来的日子只需要享受人生就够了。走吧。